你看过这位号称是真人芭比的俄罗斯网红吗？据说她的天使脸孔跟魔鬼身材全都是纯天然的，这真的有可能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真人芭比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很多人小时候都希望自己长大可以跟芭比一样有水汪汪的大眼、玲珑有致的身材，但你知道吗？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体态其实很不健康。芭比官方设定的身高呢是175公分，50公斤，但这样的体重呢比健康的标准值足足少了15公斤。而芭比的身材也很不真实，她16寸的小蛮腰只能够放进半颗肝脏跟10几公分的肠道，要在世界上面找到符合芭比腰围的人呢，只有24亿分之一。但没有想到还真的有一位俄罗斯网红宣称靠着完全天然的方式让自己从头到脚长得跟芭比娃娃几乎一模一样，也让这位网红被国外的乡民封为是真人芭比。究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真人芭比的故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农历新年快到了，10天连假你要怎么跟孩子度过呢？你可以考虑跟他一起学习未来需要的能力。芒狗狗系列绘本新年限时优惠6折起，募资2季都破100万，成品金石堂热卖当中，已经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内容涵盖了身体自主权、专注找找游戏、培养刷牙习惯，从小学习能用一辈子的生活素养。13本全套组只要6折哦，输入77推荐再9折，现省2800，超划算。在新年的优惠期间下单呢，还送限量的芒狗狗红包哦。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为自己准备最强的育儿神器吧。这位酷似芭比的俄罗斯网红名字叫做安杰丽卡，出生于1988年，目前住在莫斯科。她自称呢是一位儿童心理学家、芭蕾舞者跟模特儿。她拥有跟芭比一样金发大眼以及不可思议的身材。她的胸部有32一，但腰围只有20寸，体重也只有40公斤。从安杰丽卡的 IG 可以看到，她不止每天都打扮得非常精致，还有奢华的房子跟白色的骏马，简直就是从童话故事里面走出来的公主。到目前为止，安杰丽卡总共累积了超过120万的粉丝。不过喜欢安杰丽卡的不只是想要成为芭比的少女们，安杰丽卡呢也是老司机们最喜欢的暗黑芭比。她的 IG 上面虽然已经有 PO 不少的性感照片了，但真正重口味的是她另外开设的 Fansly 成人账号。我知道你各位已经准备好要看更多了，不过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些令人血脉喷张的照片幕后的推手居然是她的父母。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安杰丽卡的父母在她6岁的时候送了第一只芭比娃娃给她，并展开了他们的芭比养成计划。一开始，他们先是告诉安杰丽卡，芭比是所有女孩的偶像，希望在安杰丽卡的心中埋下她对于芭比的好感。接着，他们开始购买华丽的衣服以及芭比的周边，像是皇冠啊、耳环、项链等等配件给她，积极的把安杰丽卡打扮成一个漂亮的芭比，甚至还改口用公主来称呼她。而且不只是外表他们也花费了大把的金钱投资安杰丽卡，不但买最贵的玩具，还让她去上风评最好的贵族学校等等。反正呢，就是用尽一切的方法，让她可以无忧无虑的被呵护长大。当时安杰丽卡唯一的任务呢，就是在镜子前面花好几个小时模仿芭比摆姿势，然后再表演给父母的朋友看，逗大家开心。而久而久之呢，大家也开始称呼安杰丽卡是俄罗斯芭比。不过，只是做到这个程度并没有办法满足安杰丽卡的父母，他们的养成计划还没有结束。为了帮安杰丽卡打造出跟芭比一样的细腰跟翘臀，在安杰丽卡10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特别聘请了私人的健身教练，为安杰丽卡量身定做训练计划。除了每天早上都要晨跑之外呢，安杰丽卡也要进行重量训练以及各种的有氧运动，通常1周要练5次，一次2到3小时。此外呢，教练也对她的饮食非常的要求。据说安杰丽卡有一份专属的饮食菜单，来帮助她保持芭比般的身材。只不过这个菜单严格的对外保密，这也让很多人怀疑，安杰丽卡是不是靠整形才达成这种不科学的身材呢？对于这一点呢，安杰丽卡则是言辞否认，强调她没有做过任何的整形手术，而且她也认为只有一个人的脸或身体有严重的缺陷时才会需要整形。不过除了整形的争议之外，另外一个大家很好奇的点就是父母对于安杰丽卡那超乎常人的控制欲。
报道过安吉丽卡的媒体呢，都会用控制欲极强来形容她的父母，因为目前已经30多岁的安吉丽卡还是在跟家人住在一起。那虽然跟家人住可以享受公主般的待遇，但实际上她却像是关在高塔里面的公主，不止不能够自己外出，就连买衣服都要经过妈妈的同意。安吉丽卡说，妈妈喜欢帮她挑选一些能够服帖她的身材、展现她优点的衣服，像是网络上那些性感的照片，其实都是她父母的得意之作。而且她妈妈也强烈的要求随时随地都要陪在安吉丽卡的身边，甚至安吉丽卡跟男生吃饭的时候，也必须要订3个人的位置，让妈妈掺一脚。总之没有爸妈的同意，安吉丽卡几乎什么都不能做。而她的爸妈最支持她做的，就是继续当一个芭比娃娃。那当然，我们外人可能很难想象，有这样子的爸妈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安吉丽卡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安吉丽卡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到，她其实很高兴自己可以跟芭比一样，毕竟芭比可以说是全世界女孩子的偶像嘛。不过她也意识到父母对她的控制不太正常，所以她自己也想过要搬出来生活，学习怎么独立。可是，一来她担心说自己这样做会让父母难过；二来从小被呵护长大的她也根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她来说要搬出去实在太困难了。那安吉丽卡目前的解决方法呢，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她说自己正在等待一个伟大的真爱，一个父母认可的王子，能够带着他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只不过这个王子目前是还没有出现哦。安吉丽卡的故事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蛮不可思议的，但你知道吗？像安吉丽卡这样子把变成芭比当成人生目标的人，其实不止一位。在安吉丽卡之前，全球真人芭比的代表是乌克兰的模特儿瓦莱利亚，而在安吉丽卡之后，则有一位年仅20岁的美国网红洛伦，在 TikTok 上面因为撞脸芭比而爆红，吸引了超过5000万粉丝的追踪。也有人为了要成为芭比，愿意砸下大把大把的钞票进行整形，像是捷克的吉拉寇娃，不但做了丰修手术而让自己拥有剧照杯，每个月呢还花4万台币封存，接发买化妆品，甚至呢为了拥有芭比的细腰，他还预约了肋骨切除跟隆臀手术。而日本也有一位叫做茶村的女星，表示自己因为长太丑被霸凌，连亲生爸爸都嫌弃她。为了让自己变成漂亮的洋娃娃，她不惜下海筹钱，动刀上百次，花了5000多万台币来让自己改头换面。类似真人芭比的案例还有很多，全世界到处都有。那虽然说喜欢变成什么样子是每个人的自由，不过这种不惜一切都要变成芭比娃娃的风潮，也让很多人感到忧心。曾经有调查发现，在美国高达4%的10岁儿童都害怕发胖，甚至有一半的女童认为节食让他们感觉更好。有人认为这一切呢，很可能都跟芭比娃娃有关。一项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如果对5到8岁的小女孩分别展示芭比娃娃以及一般身材的娃娃，看过芭比的女孩呢，自信心会比较差，也会出现想要变更瘦的念头。那如果把不同的身材的娃娃分给6到10岁的小女孩玩，也会发现小孩拿到的娃娃如果是非常瘦的，那小孩自己吃的食物也会明显减少。实验结果显示，芭比的身材不只会影响到小孩看待自己的眼光，也会直接改变他们进食的情况。那问题就来了，芭比娃娃除了严重的过瘦，比例也很不实际。美国网站就发现如果按比例把芭比放大成人，那她的脖子会比一般的美国女性长1倍，细15公分，却要支撑比平均头围还要大5公分的头。芭比如果真的变成真人可能连头都抬不起来。再来，芭比的手腕呢，也因为太过纤细，可能无法提任何的重物。而芭比的脚掌只有童鞋3号的尺寸，如果想要移动，恐怕是只能用爬的。基本上，芭比的体态不太可能达成但有很多人却为了长得跟芭比一样，出现了焦虑、恐慌、饮食失调等等的神经状况。而医学上呢，就特别称呼这样的状况是芭比症候群。这几年，芭比带来的种种问题，也让生产芭比的美泰尔公司饱受批评。为此，2016年美泰尔公司宣布要开始为芭比新增高挑、娇小以及丰腴3种不同的体型，也会有7种肤色给大家选择。结果2020年，美泰尔公司就卖出了7600万个芭比，是20年来销量最好的一次。最近，美泰尔还推出了患有白斑症的芭比、坐轮椅的芭比、光头的芭比，让芭比的美丽不再只有一种样子。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制作各式各样的议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
回到这一集哦，我们一开始看到安杰丽卡的时候觉得很惊人，竟然可以跟芭比长得这么像。但查完她的故事之后，心情却有点复杂。对安杰丽卡父母的管教方式，我们有点担忧。但虽然在父母的培养之下，安杰丽卡成为了生活优渥的网红，但我们觉得她父母极端的管理、灌输的价值观，都已经超乎了一般人的认知哦，甚至有一点点病态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法决定自己人生的安杰丽卡，会不会有很多身心压力说不出口？这部分真的比较令人担心一点。而另外，针对芭比娃娃的影响力，我们也觉得有可以讨论的地方。芭比娃娃过去的设计也反映了社会追求瘦、追求白的审美观。当小孩从小开始玩芭比的时候，娃娃的外表很容易设下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让小孩出现容貌还有身材的焦虑。而这些小孩长大之后，又把芭比娃娃送给自己的小孩时，就有可能让这样的审美观继续的影响下一代。那当然哦，这里并不是要把问题都推给芭比娃娃，毕竟影响审美的因素有很多种，喜欢瘦、喜欢白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只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唯一的审美标准，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比较庆幸的是，现在也有不少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调整芭比的设计，希望改变这样的状况。当芭比的外表越多样，孩子们定义美的方式也会越多元，而未来大家才比较可能呢不被单一的审美观拘束，能够自在的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哦，第一眼看到真人芭比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怎么可以有人跟芭比这么像？B 像到有点不太真实哦，反而感觉怪怪的。C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哦，他自己喜欢就好。D 稍微有点担心哦，不希望有更多的人以真人芭比为目标。一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真人芭比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挪威修图法以及脸部平权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 PR 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志。有 Walkie Boys。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恰恰，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Look at me， 有够烂人呐！他们